日本海上保安厅和台湾海巡部门18号出动巡逻船在日本海域实施联合训练，但日本媒体称，日本官方顾虑到大陆反应，并未公开演练信息。但部分岛内绿媒借机炒作所谓联手对抗大陆。外交部19号回应称，我们对日方同台湾地区实施海上联合训练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有日媒将本次联合训练定位为1972年日台所谓断交后，双方首次实施联合海上训练，妄称此举旨在应对中国大陆在东海、南海持续的强硬活动，防止不测试台。日本读卖新闻19号报道称，联合训练旨在加强双方海岸警备力量之间的团结和现场合作。在对台湾有事的危机感不断蔓延的情况下，这类联合训练或将定期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9号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称，我们对日方同台湾地区实施海上联合训练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日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立即纠正错误，不得以任何形式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在东海、南海问题上谨言慎行，不要给台海和平稳定和中日关系制造干扰。据日本媒体报道，台湾海巡部门巡护9号巡视船于6月21号从台湾南部高雄出港，在太平洋中西部公海上参与针对非法捕鱼的国际联合巡逻。为了获得补给，从本月10号到17号停泊于东京台场码头。台湾の巡視船は訓練を前にした今月10日に東京港に寄港し、燃料の補給などをしていました。18号，巡护9号巡视船同日本海上保安厅载机巡视船相模号会合，在日本千叶县房总半岛南端及伊豆大岛附近海域进行联合训练。6月上旬，日本海上保安厅曾派遣官员在不公开的状态下前往台湾，与台海巡部门负责人进行恳谈。台湾海巡部门巡护8号也曾于去年8月作为台方巡视船停靠东京湾，是10年来首次。不过，日本广播协会注意到，日本官方并未公开有关联合演练信息，认为这是日本顾虑中国大陆方面反应的表现。虽然日本很重视大陆方面的一些意见看法，对于大陆方面的这个压力，它过去来承受度也比较差，但随着这个中美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对于台海这个议题，它越来越敢说。和台湾加强综合领域的合作也越来越敢做，我认为这是一个趋势。这次海保和台湾海巡署相关的一些合作，这种联演，我认为这就是冰山一角，未来类似的案例会越来越多。一些台媒在报道时也关注到了日本方面的刻意低调，但也有部分岛内绿媒借机炒作所谓联手对抗大陆。台湾退役少将厉正杰在政论节目中分析称，日本加强与台湾地区的海警合作，实际上是一种灰色地带作战手段，因为大陆海警的实力太强，日本独自面对心里没底。现在来讲的话，我一直强调是一种灰色地带作战的手段，它会不断的提升。也就是海警事实上反而是第一线形态。如果海军跟海军联合做一个演习来讲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对大陆来讲，它绝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日本近期频频渲染台海紧张局势。日本政府内阁会议12号通过了2024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保留了去年对中国作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的定位，并鼓噪台湾有事的可能性，首次警告中国大陆方面军事活动增加或导致台海紧张局势升级。日本时报称，白皮书2021年首提台湾，并在随后几年逐渐加强相关表述。而新版白皮书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是日方迄今为止最为强硬的措辞之一。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打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旗号，扩军备战，插手台海。今年4月，日本政府决定将位于北海道、冲绳等地的16个机场和港口指定为特定使用机场港口，并对其进行整修和扩建，主要是考虑到对所谓中国海洋活动和台湾有事的担忧。而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计划整建的机场港口包括距离台湾最近的冲绳县那霸机场和石垣港。石垣岛距离台湾仅约230公里，日本防卫省去年就开始向石垣驻地运送弹药，加快导弹部队部署，这显示日本已在做搅动台海的实质准备。日本考虑到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快速上升，
尤其是过去几年，在军事实力来讲，连美国人都不敢小觑，因此日本会感受到来自中国大陆更多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中美大国博弈越来越激烈，那日本愿意跟着美国走，这就是为什么日本越来越积极的要关注，甚至介入台海周边的事务，这个力度越来越大。除了日本，更需要警惕的还有近期猛打台湾牌的美国。近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美国是否有必要保护台湾时，表示台湾应该为美国支付更多费用作为保护费。对此，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竟然回应称，愿意负更多责任。这种紧抱美国大腿、自剜脊梁的行为，引发岛内舆论的猛烈批评。而特朗普直言要收保护费的言论，更让台湾民众无语。对台的关系就是一个生意关系，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未来如果给了更多美国的钱来买军购，那台湾老百姓势必要勒紧裤带，在很多地方必须要节衣缩食。但是必须不客气的讲，像美国买的那么多武器装备，能改变台海目前的军事态势吗？其实远远是不可以。台湾网友批评民进党当局，台湾民众美国莱猪吃了，火山布雷买了，连台积电都送了，到底换到美国什么保护？如果能维持两岸和平，为什么要无止境交保护费？跟大陆维持好两岸关系，远比付保护费来得重要嘛。如果你两岸关系搞好了，你要买这么多军火干什么？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和台湾海巡部门举行了一次联合演练。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其实不能跟台湾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是中国跟日本建交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而台湾的海巡部门虽然不是属于军方的，但却100%是属于台湾的官方部门，而且是执法部门。因此日本海上保安厅跟台湾海巡部门公开举行联合演练，肯定是会突破中日建交的原则和底线的，这是连美国都不敢做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岸田政府为什么敢于顶风作案？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为了避免中方的反弹，狡猾的岸田政府为这次联合演练套上了一个马甲，也就是先让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和台湾的海巡部门各自加入一个民间协会，然后再以协会的名义举行双方的联合演练。岸田政府认为，如此一来，这次联合演练就去掉了官方色彩，就都脱了敏。同时，为了避免引起中方的抗议，双方还将演习的内容限定在了海难救援层面。那么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通过穿马甲的方式来搞所谓的去官方化与脱敏，并以此来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在这一方面，日本并不是首次，而是一个惯犯。或者说，岸田政府与台当局正在以各种变通的手法来突破台日双方不得展开官方交流的限制。其中的突出表现就是，日台双方已经披着政党的马甲，举行了只有在军事同盟之间才能举行的外事部门加安全部门的所谓2+2对话。而且这背后的逻辑如出一辙，既然中国大陆反对的是台日官方交往，而自民党与民进党都不是官方机构，而仅仅是民间组织。同时，虽然没有官方之名，但是自民党与民进党交往却有着官方之实，因为自民党是日本的执政党，甚至是日本政坛上的不倒翁，而民进党则掌握了台湾的执政权，并且他们商谈的还都是官方的大事，也就是台湾的安全问题。总而言之，台日双方用所谓的政党间的接触替代所谓的政府间活动，目的也是为了暗度陈仓，突破一个中国原则，突破日台之间的官方交往限制。因此，这样一种现象和趋势就值得中国大陆高度关注。